三星在2024年7月的折叠机发表时，推出一款让我非常惊艳的产品，也就是智慧戒指 Galaxy Ring。没想到在完全没有预警的状况底下，居然在台湾上市了。其实原本我就对这个产品非常的感兴趣，所以这次在第一时间就借回来玩了几天。到底这个是不是华而不实的科技产品呢？还是可以真的帮助到侦测身心健康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我手上这个金光闪闪的戒指，就是三星所推出的魔戒 Galaxy Ring。现在我大概用了4-5天左右，中间还带了戒指去爬山。其实这个几个月前啊，这颗魔戒在韩国推出的时候，我刚好也在韩国出差，原本想说就买一组回来开箱一下，没想到店员却表示没有现货啊，所以我那时候只能放弃。不过就我快要忘记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台湾三星居然无预警的开卖，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所以就立刻跟三星借了一组先回来玩玩看哦。其实蛮多朋友对这个戒指都感觉到非常的好奇啦，有不少人呢会觉得，这个根本就是科技小废物啊，毕竟它的功能呢比起智慧手表要少非常的多，但价格却没有比较便宜。那这个戒指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我们先把产品跟功能从头到尾看过一次之后，再来分享我的看法。Galaxy Ring 是目前三星所发表的产品中体积最小的一个。那打开包装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透明的戒指盒，还蛮有科技感的。把戒指盒打开之后啊，外围立刻就会发出环形的光，可以说是满满的仪式感哦。这个戒指盒除了收纳 Galaxy Ring 以外，也是帮戒指充电的充电盒。放戒指的地方并没有任何的接点，是采用感应充电的方式进行。不过放进戒指的时候需要有方向性哦，感应器位置啊要放在凹槽的地方才放得进去。戒指盒大小是5公分见方，电量有361毫安时，背后支援 USB Type-C 充电，那本身也有支援无线充电，所以你只要放在 S20 Ultra 的背后上面就可以去充电哦。这个充电环上面还有一颗按钮啊，可以用来确认电量啊，还有配对。但基本上，除非你出远门超过1个礼拜，不然不太需要带着充电盒一起出门，因为 Galaxy Ring 的续航力还算不错哦。Galaxy Ring 的电量依照不同尺寸略有一些差异啊。最小的5号戒指有18毫安时的电量，其实还蛮小的，对不对？但是它其实续航力还够啊哦。那最大的13号有23.5毫安时哦。那我手上这颗是10号的哦。目前使用的4天之后，大概还有40%左右的电量。所以正常来说啊，超过5天的续航一定没有问题。那充电时间大概30分钟可以充到40%，所以要完整充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大概将近1.5到2个小时之间才有办法充饱。那我们来看一下外观哦。那戒指 Galaxy Ring 的外圈呢是由钛金属材质打造的，其实还蛮坚固的。我用了几天之后，它其实没有什么刮伤的感觉哦。那内圈是亚克力材质，戒指厚度是2.6mm， 那里面有3颗感应器。分别为光学生物讯号感应器，也就是心跳感应器，另外还有体温啊，还有加速感应器啊，不只可以测量身体的数据，还可以自动侦测运动，还有简单的手势。我们刚刚讲到防护性部分啊，这是钛金属，表面是很耐刮的哦，而且它还支援 IP68 防尘防水，另外还有10 ATM 的防水能力，也就是可以支援水深100公尺的防水，所以带着潜水也没有问题。另外我这几天无论像是洗手洗碗啊，都没有把它拔下来啊，所以使用上一切也都算还蛮正常的。那 Galaxy Ring 有3种颜色，我手上这个金色呢是唯一亮面的颜色哦，是有点高调啦哦。那所以如果你想要低调一点，可以选择钛黑或是钛银啊，那些都是属于雾面的材质。不过我觉得这个金色还蛮流行的啊哦，就是金闪闪的，蛮漂亮的。Galaxy Ring 其实在功能部分跟三星的运动智慧表没有太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更阳春一些。前面提到的感应器部分有着心跳血氧感应器啊、体温感应器啊，还有加速感应器，所以在基础的生理的数值，像是心跳、血氧、体温这些数值都可以收集，而这些数值啊，经过分析之后，就可以得到各项应用。心跳部分可以连续侦测心跳率，也就是说无时无刻都可以测量，像是运动员非常需要的静止心率啊，就可以方便借由 Galaxy Ring 来做测量。那另外它还可以设定静止时的心跳率提醒啊，也就是过低或是过高的时候进行提醒，来确保你的安全啊。
那有了这些数据，也可以侦测压力。那这部分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也是很好的指标。另外像是连续侦测血氧这部分啊，那对于身体的部分也可以做很好的一些监测。再来就是睡眠侦测，当佩戴 Galaxy Ring 入睡的时候，它就可以自动侦测睡眠的数值，像是睡眠时间、睡眠阶段、睡眠期间的心率、血氧、体温、呼吸速率，并根据这些数值来评估睡眠分数。而根据睡眠还有活动也会评估能量评分，让你知道今天的精神到底会不会很好。运动的部分，我觉得 Galaxy Ring 是比较缺乏的，它并没有计步器的功能。但由于它可以侦测心率、体温的数据，所以当你在运动时，它会配合智慧型手机上的其他感测器一起使用，也就是补足智慧型手机上无法量测到的身体数据，例如说像是体温啊、心跳、血氧等等的哦。那功能部分呢，还有简单的手势控制，它可以控制快门跟闹钟，像是要拍照的时候，只要快速手指头捏2下，它就可以去开启快门或是录影键。要关闭闹钟的时候，也是一样同样的方式，捏2下就可以了。这部分我觉得算是好用的哦。好，看了那么多介绍，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感想。这个小小的 Galaxy Ring 台湾售价是12990元，跟三星旗下的智慧手表 Galaxy Watch 7价格其实是差不多的哦。那经过上面的介绍，大家应该就可以知道 Galaxy Ring 的 CP 值真的是低到不行。你也可以说 Galaxy Ring 根本就是戴在手上的心跳表。对，没错，它就是一个就是心跳表而已嘛。然后还可以侦测血氧啊，顶多还有一些手势控制，就这样子而已。那要卖12990元。但对我来说，即使它只有心跳表这个功能却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产品。其原因就是在它就是一个戒指。为什么呢？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会跟我一样，并没有佩戴手表的习惯。我大概只会在运动或是需要穿搭的场合才会佩戴手表，那其他时候就会放着充电，更不用说睡觉时要戴着哦。因为即使手表佩戴再怎么舒适，都会让我觉得睡觉的时候感觉到异物感就很容易睡不着。但戒指却大幅降低我这种异物感，它对我睡觉时候的妨碍程度比手表要小非常的多。另外平常的时候我也会随时去戴着，不会有妨碍工作的感觉。而且它电力可以维持大概5到7天，充电速度其实虽然没有很快但我觉得也够了哦。另外防水性也还不错，基本上除了洗澡时怕不小心脱落掉到排水孔里面以外呢，我基本上大部分都会佩戴在手指头上哦。所以因此，对于想要时刻掌握健康数值的朋友，就会更为实用。那当然，对于平常佩戴手表不会感觉到不适的朋友，我认为你真的没有必要去花钱多买一个 Galaxy Ring， 毕竟它真的不太便宜。但对于像我一样不是很喜欢戴手表的人来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好物啦。那接下来我说一下我的期待如果 Galaxy Ring 会推出下一代产品的话，我希望它可以结合计步器的功能。另外我也希望它可以把厚度降低一些那这样在佩戴舒适性上跟美观上也会好一些那另外在功能性上，你也可以带着 Galaxy Ring 就去运动也可以做一些侦测好，所以以上就是 Galaxy Ring 的使用分享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值不值得购买呢？那就让大家自己决定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 我们下次见拜拜。